跟你们说一下哈，练八卦拳啊，你会有一种感觉，它有一种特色，就是说你会不断的有沮丧感，因为你不适应这种练习，这种身体的运用，你不适应。不光是你们啊，我教很多，他练拳，他已经是师傅，已经教拳教很久的，他练国术、空手道，练什么武术，练了10-20年的，来练八卦拳，还是跟你们第一天来练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因为八卦拳练的这些东西不是他习惯的那个身体运用方式，他用的身体的部位跟肌肉不是他习惯的那个，所以他原来的越强，他要进入到八卦拳的练习，他越难，就跟小孩子学步那样子，都是从头开始，所以那个你的那个沮丧感会很强。很长一段时间，到什么时候就好了？到你的身体适应了，你的身体的能力能够适应它这种东西了，你就会感觉很顺畅了。啊，否则绝大部分的我碰到的几乎100%，来练八卦拳这些功啊，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会感觉到非常困难。你说我运动那么久的人，我练拳练那么久的人，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是不一样的东西，听不懂啊？所以要准备好，你会有沮丧感，那是非常正常啊。好，那我们下礼拜就到那个南昌公园啊，它比较开放，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重要要防风，如果风大的话，啊，冷倒是不怎么怕，啊，冷不要太冷，低于我们一般会低于10度吗？啊，偶尔会，是不是？太冷我们也可以停课啊，因为那个地方冷，如果加上风的话，加上雨的话，啊，会蛮辛苦的啊，所以那基本上平常的话，啊，基本上平常就是要注意防风，尤其是脖子啊，脖子你用个围巾啊或什么东西啊，脖子的风要防啊，所以要注意，它跟室内是不一样的啊，跟室内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在那边3小时嘛，它没有挡风的地方啊，没挡风的地方，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挡风的外套，自己要注意保暖啊，要注意保暖。这个是一个，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就是在那边练，你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所以身心的感觉比在室内好啊。那种气候的变动，跟我们身体的适应跟影响啊，会比在室内好。但是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说，如果今天的天气，你觉得你在外面待3个小时会不能适应的话，你就不要来，没有关系，你自己在家里面练啊。你觉得可以锻炼，你觉得锻炼到，比方讲你锻炼到1个小时，你觉得可以了，你就走，听不懂？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练战技，我们不是专业的练打手，我们不是士兵，我们不是要练那些东西的。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什么？终极目标还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不要有那种观念，我要
那冬练3-9，夏练三伏，那个是以前的人他要练强化那样练的，练兵可以这样练。我们现在不要那样练，我们不是要成为那样的人，晓得吗？所以在那边练，你们自己去适应啊。你觉得你不能适应了，你就离开。今天你觉得你不能适应，不适合出门，你就不要来，没有关系啊。那我自己也是啊。虽然我前面的30年全都是在户外练啊，前面30年都在户外练，但是慢慢年纪大了，那个抵抗力也差了啊。尤其我天冷吸到冷空气啊，吸到冷空气比较会咳所以我对自己也是要这样子的，这样不懂啊？所以在户外的这段时间，我们采取这样子的原则，晓得吗？慢慢适应慢慢适应不要勉强，就是终极的目的是要把身体建立好，不要让身体受到伤害。你不要因为礼拜6来练一天，回家感冒了发烧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回到家你的家人说你去干什么就跟我到我师父那边去练开始他看我这边皮破了，这个地方的皮破了，他怎么把这边搞破了？我说我拳头打墙打破了。他说你糊涂你们搞什么我们练拳是要保护身体的，现在你身体还没保护好，你自己先把你自己的身体搞伤，这才提醒我，晓得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不能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的练拳的目的是要保护身体的所以尽量不要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弄伤害了，晓得吗？所以以前的很多观念，以前很多练武的那个老师傅讲的很多东西，练拳的要把有些观念要丢掉，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英雄，你知道吗？不要把自己看成是1/1000的那个天选之子这样不懂？所以我们在户外练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你去了你觉得冷了，你觉得不适应，你都不练，你把外套穿上，在那边看也行这些我都不在意，晓得吗？那你们每个人的适应力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你自己要知道，我没有办法帮你来看，这样不懂？好那有问题吗？刚刚说骑马步的时候，就3个点往会阴去，对，那剑椎是往下走，对，所以它不是前下，它不是它是正的下，那为什么会往会阴聚拢？往会阴聚拢是你不要让它往外跑，听不懂？你把它朝地，你把它收住朝地，它就已经往内聚了。那等于就是说我就算是从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它还是在往下。对，它是往下垂，你要控制到它往下垂，因为它原本它不是往下垂的，有点往后。这样不懂？对，晓得吗？好，还有问题吗？问一下，我们串联是不是全部都可以互相串联，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往内，那我挥马呢，我要中枪往外，我本来这个动作怎么不断的转成这个？往前继续往前对，往前的没有断。
对是方向，你就可以串上每一个。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往前了过来，我要串另一个，可是我把它收回来了，你收回来就断掉，听不懂？所以是把身体的动作串联在什么？串联在那个一直往前的螺旋线上面。所以它本来是这样走，那再转，只要往前来断，只要往前就好，哎，所以当我这个变成这个样，我这个是往前吗？我这个往前吗？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要转，我的手掌要换方向，除了这样子之外，我是不是可以变成这样子？可是你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还是在这个往前的情况下，哎，你看螺旋，这个没有断就可以。你不能说我在这边走到这边了以后，哎，我才这边转，这就不行了，这样就断了。另外，哎，我们落胯转身，练的时候，是不是不要一开始就转，先落？对，先落，再转。转身是一种反应，根据需要产生的反应，听不懂？你把胯落好，你会有一段时间人是在空中的，人是在空中的，所以你要利用在空中的那一段很短的时间转身。所以先不要强迫去练，你先要把落胯落好了。当你落胯落好，落胯有力量的时候，你才有在空中的那一段时间，看不懂？一个下坠的一个反作用力起来，你才有那个时间转所以那个不要刻意做。当你下落还没有那个力量的时候，没有那个速度力量的时候，先不要做好，还有问题吗？好，那他抛出一个上，好，翻推斑马，他的一开始的动作是不是一个圆柱体很大的？对，然后这边是，然后变往前，对，他怎么从这边变成这个？就跟这个是一样啊，就跟你上甩手一样啊。你上甩手本来是不是这个？那我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握拳，把这个力量带到上面去了，就改变了力量的方向嘛。你横推八马，你如果是照正常的话，我这个手过来，我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他横推八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他做一个什么？他做一个翻掌嘛。他这边做一个翻掌，就把这个力量转变到这边去了。是不是手做的？就他是手带还是？我刚才讲了，在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掌变拳嘛。你掌变拳是不是有一个力量？所以你这边是掌变拳的那个力量，把这个力量转换到那边去嘛。那这边也是一样，横推为什么它是先是这个掌呢？它先是这个掌嘛，到这边以后一翻，把这个力量转变到这边去。所以反掌换上去。对啊，那你的胯同时变啊，听不懂？你的腰胯本来是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腰胯是什么？你的腰胯是这个，那你到这边，你的方向一转，它成为什么？它成为这个，腰一挺，啪，它变成这个，听不懂？好，上风惯，因为你这边会挡，那我这个很危险，我怎么把它解决掉，变成这个？你的人要长啊，就你双风贯，我这边一挡，我接下来是什么？就可能我接下来是反打你一个双风贯的人啊，所以你头是不是要长？你要沉下去啊，要长啊，
把我翻开，人长嘛，是不是这样子？他做得起来。啊，你打我双风贯耳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要打你，我打你，哎，是我要。接下来你不需要做那么满啊，你打我双风贯耳，哎，不是，我打你双风贯耳，不是这样子吗？我打你双风贯耳，是不是这样子？你过来了，我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到这边手就分开啦。听不懂？你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嘛？练拳要到这个程度啊！你应用你不用啊，应用我打你双风贯耳，我到这个地方一分开了以后，一分开我进步，啪，我在这里就打了，听不懂？一空就打，一有空就打，听不懂？很多这应用的时候，你不需要把动作做那么大。打斗的时候是一见空就进去，一见空就进去，你不需要把空做的这么大啊，你不需要嘛，除非你要用吸啊或者什么，但是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打他这样子的。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他打我啊，接下来是你要打我双风贯耳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边一让啪，我这样啪，这边我就进啦，听不懂？所以我讲很多的应用，你不能照全来，练是练，用是用，套路里面的招式不能直接应用到打斗上去，它会变得不合理，晓得吗？就算是双风贯耳，这个我打你双风贯耳，这个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他打我啊，因为他在内啊，你在内，你接下来就打我双风贯耳嘛。可是你如果直接在这边打双风贯耳，对他是不利的。这样不懂？因为他打双风贯耳的时候，他两只手合并了嘛，我一让，他这两只手，你看，这两只手就被封住了。所以我在打双风贯耳的时候，当你打我双风贯耳，我接双风贯耳的时候，我要打的时候，我不会两只手啊，我用一个手啊，我是这样打，我要这样打。你看我的手肘把他这个手封住，这个手封这个，听不懂？所以我有空了，你打我，当我一这样子的时候，你看我打是这个打，这个打，这样不懂？武术里面有一个应用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最忌双手齐出，最忌讳双手齐出，两只手一起出去，基本上都有一个先一个后，一个主一个次，相互可以支援。你双手齐出的时候，你把整个都放出去了，除非你是100%的有把握，晓得吗？跟打仗一样嘛，打仗你不会一开始就把你的全部的部队在战场上面全部都抛出去啊，除非你觉得你可以碾，你可以碾压对方。武术里面通常我们不敢这样做的。啊，只有在什么时候？比方讲这个出去，这是什么？这是人家已经不稳的时候，人家已经已经不稳的时候，我加一把劲，把它发出去，晓得吗？一般的情况下，最忌讳双手齐出，双风贯耳就是双手齐出。练拳可以这样子，练拳可以这样子，应用不能这样子。听不懂啊？好，还有问题吗？没有啦。好，那就下礼拜江湖见了啊。好，那我们招式一定要走完才能变。
牵这个样子。像这个样子。对，我讲过嘛，在那个螺旋的力线上面，跟太极一样嘛，你只要在这个圆的上面，你任何一点都可以往外去发展。是说往旁边走，我是说我知道这个也是一样嘛，你螺旋线它本身是一个圆吧，所以你从任何一个地方接其他的都可以。嗯，像是这个往外走，对往外走，对，这个太麻烦了，你那个变你就不能让那个力量断，一样是往前，知道吗？对，往前的那个力不要断。哎，啊，可是你要往那走，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用手指做一个圈。那这样老师不是就你不是说先走？对呀，你不要做那么大的圈嘛。比方讲我这样走，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地方要变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在这里做一个圈，哦，它是不是就变了？可是力量并没断啊。还是在那个对，啊，我说那还有一个，嗯。我刚才想，我想一下，这个手尽量不要回来，这个手尽量不要回来，然后这边尽量不要回会弄到这样子，换你等这样子也行啊，也行啊。回来，还是要身体要往前。你如果要停了嘛，你那个是一个收势了嘛。你不要收势，你继续的话就不行，或者你回来，可是你如果是回来，你回来是一个力量嘛，你回来如果接其他的，你接这个就行了，这样不懂？哎，哎，晓得吗？哎，那个力量不一定要由同样的一只手来做，你用另外一只手做也行啊，是不是？哎，啊。